我告诉你一件没有人愿意说破的事，很多人越省越穷，不是因为赚得少，不是因为不努力，而是因为有9种东西，商家专门设计来收割普通人的钱包，还设计的让你心甘情愿，甚至觉得自己很划算。穷人每天在买，真正懂钱的富人这几种东西一样都不碰，不是因为买不起，是因为他们早就看穿了背后真相。今天我把这个真相说出来，你听完认真算一算，你这辈子花在这些东西上的钱加起来到底是多少？我很多学生算完当场沉默，因为那个数字够买一套房。你可能会说，曾教授你放心，我每个月都有在存钱，我从来不乱花。我告诉你，这9种东西每一种看起来都很正当，都有理由，都让你觉得自己是在精打细算，是在为家里省钱，是在为将来打算。但正是这个感觉让你一直买了几十年，回头一看什么都没留下来。请记住这句话，穷人花钱买的是情绪，富人花钱买的是未来。这不是看不起穷人，这是人性的弱点。好，我们现在就一一告诉你。先说第一种，彩票。我先说一个真实的数字，台湾公益彩券12年间卖出去的彩券总金额高达1.2兆新台币，平均每个台湾人每年购买约23张。你可能会说23张一年不算多，但我要告诉你，这12年里靠彩券中奖成为亿万富翁只有363人，363人对比几千万彩迷，你自己算算这个中奖率是多少？更精确的数字是，威力彩头奖中奖率是2200万分之一。你买一张彩票中头奖，比大海捞针还难。但为什么这么多人还是每周雷打不动的买？你去问那些买彩票的人为什么买，10个有9个说的是同一句话：万一我真的中了呢？就是那个万一值了你几十年的钱。我认识一个人，从年轻就开始买彩票，一买就是30年。他跟我说，他不是真的相信自己会中，他只是买那张彩票的时候，脑子里会想象一下，如果中了我要做什么，买什么房，带家人去哪里玩，那种想象让人上瘾。我告诉他，你买的不是彩票，你买的是那几分钟的白日梦。你花钱买了30年，但白日梦结束了，现实还是现实。侥幸心是最贵的娱乐，因为它让你心甘情愿，一买就是一辈子。真正聪明的人把买彩票的那笔钱每个月固定存起来，30年之后那笔钱会告诉你什么叫做真正的中奖。第二种，便宜货。这一种几乎每个人都中过招，买便宜货的逻辑很简单，省钱，同样的东西便宜的为什么不买？问题就在这里。所谓同样的东西，便宜的从来不是真的一样。便宜货有便宜的理由，可能是材料差，可能是做工粗糙，可能是耐用度低。你买了一双便宜的鞋，穿了3个月就坏了，再买一双，再坏，再买。一双好鞋可以穿3年，你买便宜货3年，买了6双，总价是好鞋的2倍，还一直在烦恼鞋子坏掉这件事。这不只是鞋子的问题，锅碗瓢盆、家电用品、家具床铺，只要是你每天用的东西，便宜货的代价永远比你以为的更贵。你买的那一刻省了钱，但你用的每一天都在付代价，付时间，付精力，付反复购买的钱。但更深一层的问题不在这里，更深的问题是恐惧花钱这个心态本身。
一个人越恐惧花钱，就越容易买便宜货，越买便宜货，花的总钱数越多，然后他越觉得自己很穷，越不敢花钱，这是一个恶性循环，越转越紧，出不来。我见过一个老太太，一辈子省钱，省惯了，买什么都找最便宜的。她买的锅用半年就生锈，买的被子睡3个月就扁了，买的鞋走路磨脚，结果去看医生，又花了更多钱。她的儿女帮她算了一笔账，发现她在这些便宜货上花的钱，加起来比买一次好的要多出1/3，而且生活品质还更差。她当场站在那里说了一句话：我以为我在省钱，原来我花了更多钱，还委屈了自己。易经告诉我们，吝啬不是节俭，是另一种浪费。真正的节俭是把钱花在值得的地方，不是把钱花在便宜的地方，这2件事差很远。第3种，保健品，这种专门针对中老年人。我说这句话不是在冒犯任何人，是在说一个冷冰冰的商业现实。台湾的保健营养食品市场这些年持续成长，接近2000亿的规模，靠的是什么在撑？靠的是中老年人对健康的恐惧。你怕老，怕病，怕成为子女的负担，怕哪一天身体垮掉了没有人照顾，这些恐惧是真实的，完全可以理解。但保健品公司最懂得利用这些恐惧。你看那些保健品广告说的，永远是你现在身体出了问题，我们的产品可以帮你解决，但他从来不告诉你这个产品有没有经过严格的临床验证，那些宣称的效果有没有科学根据。台湾的保健食品法规说得很清楚，有认证的保健食品只能宣称调节生理机能，不能说治病。但很多人买的时候脑子里想的是这个吃了会好，这个能治我那个毛病。我见过很多老人家家里保健品堆了柜子，每个月花在保健品上的钱比花在真正医疗检查上的钱还多。我问他们有没有效果，他们说吃了感觉比较安心。我说那你买的是安心，不是健康。安心是值得买的东西，但你要清楚你买的是什么，不要以为你在投资健康，你只是在买一份感觉，而且这份感觉还让你放松了对真正有效健康习惯的坚持，这才是最可惜的地方。真正的健康靠什么？靠规律的作息，靠适量的运动，靠均衡的饮食，靠定期的健康检查。这些事情大部分不需要花太多钱，但都需要坚持。保健品买来吃，感觉有在照顾自己，但那些真正有效的习惯，反而因为有了保健品的安慰，就没有去建立。钱花了，健康没改善，习惯也没养成，两头空。第4种，特价促销囤货，超市大特卖，买3送1，限时折扣。这些字眼是专门设计来触发你恐惧心的。什么恐惧？错过的恐惧，匮乏的恐惧。你不是因为需要才买，你是因为怕错过才买。这2种买法背后的心理完全不同，结果也完全不同。你囤回家的东西，有多少最后过期了？有多少买了才发现用不上？有多少放在角落默默丢掉？你打开你自己家的冰箱，看看里面有多少东西是买了还没用，有多少已经过期了。你买了1箱特价的饼干，吃了一半，剩下一半过期，你省的那点钱，连丢掉的那一半都补不回来。囤货还有一个很少人想到的代价，就是空间和心理的负担。有一个概念叫做持有负担，你拥有的东西越多，管理这些东西花的心力就越多。家里堆满了囤货，
你要记得什么东西放在哪里，要记得什么东西快过期了，要记得下次不能再买什么。这个心理负担是你花钱买回来的，不是省钱省回来的。更可怕的是，囤货的习惯会强化匮乏感，你越囤越觉得不够，下次看到特价还是会囤，这个循环永远结束不了。易经讲物极必反，真正聪明的消费是买你需要的，不是买你怕错过，买够了就好，不需要买多了。好，前面4种都是跟恐惧心有关的。彩票买的是侥幸，便宜货买的是对匮乏的恐惧，保健品买的是对老病的恐惧，囤货买的是对错过的恐惧。接下来的3种是虚荣心驱动的消费，这是最贵的一种，因为它不是为自己买，是为别人的眼光买。你买的每一样东西都要先过别人眼睛这一关，这一关过了你才觉得值，但别人的眼睛永远比你口袋里的钱更贵，这是一场永远赢不了的游戏，因为别人的标准会一直往上走，你永远追不完。第5种，名牌仿冒品，花真钱买假面子，这是这9种东西里最矛盾的一种消费。你买仿冒品是因为你想要那个品牌带来的感觉，那种被人看见的感觉，那种我也用得起的感觉，但你买的是假的，那个感觉也是假的。你以为别人看了会羡慕你，其实懂行的人一眼就看出来了，看出来了什么都不说，只是在心里默默评价了你一次。更糟糕的是，你自己心里也清楚那是假的，这种自我欺骗的感觉会慢慢侵蚀你的自信。更深的问题是，你为什么需要靠一个假的品牌来撑场面？这背后是对自己真实价值的不自信，是觉得自己本来的样子不够好，需要一个外壳来补足，但那个外壳是假的，它补不了任何东西，只会让你越来越依赖外在的东西来定义自己的价值，越来越不敢面对真实的自己。我见过一个年轻的女士，每个月薪水不高，但身上的包、手上的表、脚上的鞋，每样都是仿冒品。她跟我说，这样出去见人比较有面子。我问她，你见的那些人，他们在看你的包，还是在看你这个人？她想了很久，说不出话来。我告诉她，真正值得交往的人，看的是你这个人，不是你的包。你花钱买来的那个面子，只能骗你自己，骗不了真正重要的人。还有一点很少人提到，买仿冒品是不道德的行为，你买了，你就参与了这个产业链，这个代价不只是钱的问题。第6种，分期付款消费品，这一种是虚荣心包装的最精致的陷阱。台湾信用卡分期利率般在 6% 到 15% 之间，如果没有按时缴款，循环利率最高可以到 15%。 听起来好像不高，但我给你算一笔账，你买一支新款手机3万块，分24期，年利率 12%， 每个月还1400块，听起来很轻松，但2年下来，你实际付出的比原价多了将近4000块，4000块你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就这样付掉了，因为你每个月只感觉到那个1400块，感觉不到那个4000块。分期的逻辑是用未来的钱买今天的虚荣，你今天享受了，但你明天的钱已经被今天的自己花掉了。最可怕的是，分期习惯一旦养成就很难戒掉，你一边还这个月供，一边又在看下一个想买的东西，然后再分期，慢慢的每个月的收入有一大半都在还各种分期。你以为自己在享受生活，其实你是在替未来的自己提前花钱，还要付利息。我有一个学生，月收入3万5，每个月还
各种分期还了2万，只剩1.5万过日子。他跟我说，他不知道钱去哪里。每次看到喜欢的东西，觉得分期很便宜就买了，但越买越紧。我问他，你有没有算过这些分期加起来你一共欠了多少钱？他算了半天，最后说我不敢算。你看，这就是分期最可怕的地方，它让你感觉不到自己到底欠了多少，直到有一天压力压垮你。第7种，婚丧喜庆的面子开销，这一种是今天9种里最扎心，也是最难开口说的。但我今天一定要说，因为这件事常在很多家庭里没有人提，但它真的让很多人晚年过得很辛苦。根据台湾的调查，每对新人的结婚花费，不包括买房，平均就要花上100万新台币。喜宴是最大的开销，占整个结婚花费的1/3以上。很多家庭是拿出积蓄，甚至借钱来办。为什么？因为亲戚邻居都在看，你少办，你就是小气，你就是没面子。女儿出嫁嫁妆要体面，老人家过世丧礼要风光，法事要做足。每一件事背后的逻辑都是一样的，别人在看，但我要问你，那些来吃你喜酒的亲戚，那些来参加葬礼的邻居，他们走了之后，你的日子还是你的日子。你借钱办了一场体面的婚礼，婚礼结束了，债还在。你花光积蓄给老人家办了一场风光的丧礼，老人家走了，你的晚年还要继续过。那些来的人，他们不会帮你还债，他们只是那一天出现，吃了一顿饭，说了几句好话，然后各自回家过自己的日子。3个月后，他们可能连你办了什么菜都不记得了。我见过一对夫妻，为了儿子的婚礼借了一大笔钱，说等儿子还，当儿子成家之后有了自己的压力，父母的债一拖再拖。2个老人靠退休金过日子，日子过得很紧，逢年过节连给孙子的红包都拿不出来。他们跟我说，当年那场婚礼风风光光，大家都说好。我问他们，那些说好的人现在还记得吗？他们沉默了很久。易经家人卦告诉我们，家是要往内经营的，不是往外表演。真正爱子女是给他们一个没有债务负担的起点，不是给他们一场让别人看了说好的婚礼。面子是给别人看，日子是自己过的。这2件事你一定要分清楚，哪一件更重要。第8种，外卖和便利食品。这一种是最温水煮青蛙的穷法，每一次花的钱不多，100块200块，感觉微不足道，但每天花1年365天，加起来是多少？你认真算过吗？一天外卖平均消费200到300块，一年就是7万到10万块。10万块够你全家出去旅行一次，够你应付一次突发的医疗开销，够你在银行多一笔紧急备用金。但那些钱顿一顿吃掉了，吃完就忘了，只知道月底钱不够用。这不是在说不能吃外卖，偶尔吃很正常。我说的是那种每天叫外卖，懒得动，懒得煮，懒得想的人，买的不是食物，是那一刻不想面对柴米油盐的逃避。但逃避是有代价，代价就是你的钱一点一点漏出去，漏得你感觉不到，但1年算下来触目惊心。便利店也是一样，你进去买一个便当，顺手拿了饮料，顺手拿了零食，顺手拿了一个其实不需要的东西，出来的时候花了300-400块，你以为你只是买了一顿饭。但这种消费方式专门利用你的即时满足感，让你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一次一次掏钱。你自己想想，你上一次进便利店
原本只想买一样东西，出来的时候手上拿了几样。你每次都以为自己只是买了一样，但每次都多买了。我常说，一个人管不住自己的嘴，就管不住自己的钱。不是因为嘴巴和钱有什么神秘关系，是因为这两件事背后是同一个问题。有没有办法延迟满足？有没有办法为了更好的未来，暂时放弃眼前的诱惑？这个能力是所有财富积累的基础。没有这个能力，你赚再多都会花光。第9种，高息理财产品。这一种我把它留到最后说，因为它最危险。前面8种输掉的是日常的钱，是一点一点漏出去。这一种输掉的可能是你几十年的积蓄，是你这辈子最重要的那笔钱，而且往往是一次输光。你有没有收到过这样的电话，或者看到过这样的广告？我们这里有一个理财产品，年息 8%， 保本保息，绝对安全，比银行利息高好几倍。你心里会不会动？告诉你，大部分人都会动，因为那个数字听起来太美了。我先跟你说一个基本的道理，银行的定存利息代表的是市场上最安全的钱的价格。如果有人告诉你，他可以给你比银行高好几倍的利息，他一定承担了比银行高好几倍的风险，否则那个钱从哪里来？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高息的背后定是高风险。但人的贪念会告诉你，别人可能会出问题，我不一定，这个产品看起来很正规，应该没问题。就是这个应该让很多人把一辈子的积蓄交了出去。我知道有一个退休的女士，辛苦工作了30年，存了一笔养老金。有人介绍她一个理财产品，年息 12%， 说是投资房地产，非常安全，很多人都在买。她心动了，把大部分积蓄都放进去了。2年之后，那个公司倒了，钱全部没了。她跟我说，我当时就是觉得别人都在买，应该没问题。我告诉她，别人都在买，不代表没有风险，只代表大家都被那个利息迷住了眼睛。这种事情不是个案，台湾每隔几年就会爆发一次大规模的投资诈骗案，受害者往往都是中老年人，因为他们有积蓄，又急于让钱增值。诈骗者摸透了这个心理，用高息引诱，用别人都在买制造从众压力，最后把你的养老金一扫而空。你贪的是那个利息，但你押上的是你整个晚年的底气。易经损卦告诉我们，损之又损，以至于无。真正的积累是一点一点减少不必要的风险，不是追求那个看起来很美的高息，你贪的是利息，输的是本金，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。记住这句话，利息越高，风险越大，这句话永远不会错。好，9种东西全部讲完了，现在我要说今天最重要的一句话。这9种东西，你每买一次，都是在用钱喂养你心里的侥幸、恐惧、虚荣和懒惰。喂得越多，这些东西越大，钱越花越空。你不是钱赚得不够多，你是钱漏得太快，而且漏得理所当然，漏得心甘情愿。真正的富人不是不花钱，是每一分钱都花在让自己变得更值钱的地方。他们投资知识，投资健康，投资真正能带来回报的东西。他们不是天生就比你有钱，是他们每一次掏钱之前问的问题跟你不一样。你问的是这个东西我喜不喜欢，我买不买得起。他们问的是这个东西买了之后我会不会变得更好，这笔钱花出去会不会带来更多回来。易经系辞说，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。你现在觉得钱不够用，那是在告诉你，
是时候改变了。改变不是要你马上变成另外一个人，是从今天开始，每一次掏钱之前多想1秒钟。这1秒钟，你买的是情绪还是未来？就这1秒钟，会慢慢改变你和钱的关系，会慢慢让你的钱开始留下来，开始积累，开始为你工作，而不是你一辈子为钱工作。你今天花出去的每一分钱，都是你对自己未来的一个选择。你选择喂养情绪，钱就流向情绪；你选择投资未来，钱就流向未来。钱不会说谎，你的账单就是你人生方向的一面镜子。从今天开始，每一次掏钱之前，问自己一句话：我买的是情绪还是未来？就这句话能帮你省下一套房。很多人听到这里会问我，曾教授，我知道了这9种东西，但我现在已经陷进去了，我该怎么办？告诉你，不要急，一步一步来。第一步，先做一件事，把你上个月的账单找出来，把每一笔支出分类，看看里面有多少是买这9种东西的，有多少是真正投资自己的。你不用做任何改变，只是看很多我的学生做了这一步之后，当场就愣住了，因为他们发现，他们以为自己花在吃饭上的钱，其实有一半是外卖。他们以为自己只是偶尔买保健品，其实每个月固定花了3、4千块，只是看清楚，就已经是改变的开始。第二步，找到你最大的那个洞，先堵那一个。我不建议你同时改变9种习惯，那会让你压力太大，撑不住，3天之后就放弃了。你找到你最大的那个漏洞，比如你发现每个月外卖花了1万块，那你就从外卖开始，先减一半，不是全部戒掉，先减一半，一个可以做到的数字，做到了你就有信心，有信心了才能继续。第3步，把省下来的钱马上转移到一个不容易动用的地方，这一步很关键。很多人省下来了，但没有马上转移，结果那笔钱不知不觉又花掉了。你省下来的那些钱，马上转到一个定存账户，或者设置自动扣款强制储蓄，钱不在眼前，你就不会花它。这不是说你意志力不够，就是说人性本来就是如此，你顺着人性来，而不是对抗人性。我还要告诉你，改变消费习惯最难的不是第1天，是第30天。第1天你热血沸腾，下定决心要改变。第10天你已经有点疲惫了，但还撑着。第30天你开始觉得我都改变这么久了，偶尔犯一次规应该没关系吧？就是这个应该没关系，让很多人前功尽弃。我告诉你，没有偶尔犯规这件事，偶尔犯1次规，你的大脑就记住了，原来这件事是可以破例，下一次就更容易破例，第3次就变成习惯了，然后你就回到原点了。所以第30天是最关键的一天，你撑过去了，你就真的改变了。还有一件事很重要，你改变消费习惯，你身边的人可能会说你变小气了，说你以前不是这样，说你何必这么省。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？我告诉你，不要解释，不要争辩，只是笑一笑，然后继续做你要做的事。那些说你小气的人，他们不是坏人，他们只是也陷在那9种消费里出不来。看到你出来了，他们不舒服，你不需要说服他们，你只需要用你自己的结果来证明你的选择是对的。等到几年之后，你有了积蓄，你的生活开始变得宽裕，他们会自己来问你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
易经告诉我们，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。你是什么样的人，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到你身边。当你开始改变消费观念，你慢慢会发现，真正懂得珍惜钱的人会慢慢靠近你，那些只会互相带着花钱的人会慢慢疏远。这是自然的筛选，不要怕。我再跟你说一件事，是关于钱的本质。很多人以为钱是用来花，花完了再赚，但真正懂钱的人知道，钱是用来工作的。你有1分钱，这1分钱可以为你工作，可以带来更多的钱。但你把这1分钱花在那9种东西上，这1分钱就死了，它永远不会再为你工作了。你这辈子花掉的每1分钱，不只是那1分钱，是那1分钱本来可以在几十年里为你创造的所有价值。你算过吗？你每个月少花1000块，每年少花12000块，把这12000块拿去做稳健的投资，30年之后那笔钱会变成多少？以年化报酬率 6% 来算，30年之后那笔钱大概是100万出头。1000块30年100万，这不是魔法，这是时间的力量，是复利的力量。但你要先有那1000块，你要先不把它花在那9种东西上。很多人说，我现在赚的钱不多，存不了多少，等我赚多了再存。告诉你，这个逻辑是错的，不是赚多了才能存，是存了才会赚多。因为当你开始存钱，你的消费观念会改变，你的思维方式会改变，你做决定的方式会改变，然后你的收入也会跟着改变。钱是跟着思维走的，你的思维不改变，你赚多少都会花掉。我这辈子见过太多人，月收入3万的和月收入10万的，他们的存款差距比你想象的小多。很多高收入的人花的也很多，储蓄的比例不见得比低收入的人高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储蓄不是收入的问题，是消费观念的问题。你的消费观念变了，月收入3万也可以存到钱。你的消费观念没变，月收入10万也是月光。我见过很多人，年轻的时候月薪不高，但省吃俭用把钱存下来，投资几十年之后，过得比那些当年月薪是他3倍的同事还宽裕。我也见过很多人，年轻的时候月薪不错，花的也多，买名牌，吃大餐，出国旅行，样样不缺，但退休的时候口袋空空，只能靠子女养。这2种人最大的区别不是运气，不是机遇，是他们面对那9种消费的时候，做出了不同的选择。易经最后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。你今天积的不只是钱，是你对自己未来的一种态度，是你对家人的一种责任，是你对自己晚年的一种安排。你今天省下来的每1分钱，是你给自己留的一条退路，是你给子女减少的一个负担，是你老了之后可以挺直腰板说话的底气。现在我想专门对那些已经退休或者快要退休的人说几句话。你们这一代人吃了很多苦，年轻的时候省吃俭用，把孩子拉扯大，供孩子读书，帮孩子成家，现在终于轮到你们自己了。但我要告诉你，退休之后，这9种东西对你的威胁比年轻时候更大，因为你的收入固定了，你没有办法靠多赚来弥补乱花。退休之后最容易掉进去的是第3种保健品和第9种高息理财。这2种是专门针对你们这个年纪设计。保健品告诉你，你要对自己好一点，你辛苦了一辈子，现在该照顾自己。高息理财告诉你，你要让积蓄增值，不能让钱在银行烂掉。这2句话听起来都很有道理，但里面都藏着
你看不见的陷阱。给你一个退休之后管钱的简单原则，把你的积蓄分成3份，第一份是生活费，够你过3到5年的那笔钱，放在最安全的地方，定存，随时可以动用。第二份是医疗备用金，这笔钱放着不动，专门用来应付突发的健康状况。第3份如果还有剩余，才去考虑稳健的投资，但年息连续超过 5% 的，你就不要碰，宁愿少赚，不要赌。还有一件事，退休之后子女婚丧喜庆的面子开销，你要学会说不，不是你不爱子女，是因为你爱子女，你更要保留自己的底气。你有钱，你才能帮助他们，你把钱都花在面子上，到最后你反而成了他们的负担。最好的孝顺不是死了给他们办一场风光的丧礼，是活着的时候不成为他们的负担，是有能力的时候给他们真正需要的帮助，而不是一场让邻居看了说好的宴席。我还要说一件事，是关于花钱买快乐这件事。很多人听到我讲不要买这9种东西，会觉得那我这辈子要怎么过？什么都不能买，什么都不能花，这种日子有什么意思？我要跟你说清楚，我不是叫你不花钱，我是叫你花对钱，花钱买快乐，这没有任何问题。但你花的钱买的是真正的快乐，还是那种买完了之后就消失的感觉？真正的快乐是有深度，是有余韵的，是你花了钱，但那个价值还在，甚至还会增长。你花钱去旅行，那个经历会在你的记忆里留一辈子。你花钱去学一门手艺，那个技能是你的，没有人拿得走。你花钱帮助一个真正需要帮助的人，那个温暖会在你心里很久很久，这些都是真正值得花的钱。但你花钱买了一双穿3个月就坏的便宜鞋，你花钱买了一堆放到过期的囤货，你花钱买了一份骗你心理安慰的保健品，花完了那个价值就消失了，甚至根本没有价值。这2种花钱方式带给你的感受完全不一样。所以我说，穷人花钱买的是情绪，富人花钱买的是未来。这句话的意思不是叫你快乐，是叫你找到那种花了钱之后你还是在往上走而不是往下走的方法。很多人会问我，曾教授，你说的我都懂，但我就是做不到，这是为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不是你意志力不够，是你对钱的认知从根上就跟富人不一样。什么叫认知不一样？我给你举一个例子，同样是1万块钱，穷人看到的是1万块可以买什么，富人看到的是这1万块可以变成多少。这2种看法表面上只差了几个字，但背后是2套完全不同的世界观。穷人活在当下，富人活在未来。穷人的钱是用来消费，富人的钱是用来工作的。你用钱的方式决定了你这辈子能走多远。但更深一层的问题是，穷人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思维？不是因为他们不聪明，是因为他们从小接受的关于钱的教育就是这样。你小时候有没有听过这些话？钱是身外物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有钱人都不是好人，钱这个东西够用就好，不要太贪心。我告诉你，这些话每一句都在悄悄破坏你跟钱的关系。你从小被灌输钱是不好的东西，长大之后你怎么可能好好对待钱？怎么可能让钱留在你身边？易经告诉我们，名正则言顺，言顺则事成。你对一件事的定义决定了你怎么对待它。你定义钱是身外物，你就会随便花；你定义钱是工具，你就会好好用；你定义钱是衡量你价值的东西，你就会拼命追求，追到最后把自己搞垮。钱的定义没有标准答案，
但有一个最实用的定义，那就是钱是你选择权的总和。你有多少钱，你就有多少选择的自由。你没有钱，你什么都由不得自己。所以钱不是目的，是手段，是让你有能力活出自己想要的生活的手段。你重新定义了钱，你跟钱的关系就变了。第二件事，穷人和富人对待收入的方式根本不一样。穷人的顺序是先花钱，剩下的才存；富人的顺序是先存钱，剩下的才花。就这个顺序的差别，几十年下来，两个人的财富差距可以是天壤之别。你可能会说，我知道要先存后花，但每个月花完就没了，哪里有钱存？我告诉你，这句话背后有一个逻辑错误。你不是没钱存，你是把顺序搞反了，所以才没钱存。你试试看，下个月发了薪水，第一件事先把 10% 转到另外一个账户，当作存在，然后用剩下的 90% 过日子。很多人试过之后发现他们照样过，甚至没有太大的差别，因为那 10% 原本就是在不知不觉中漏掉的。这个方法叫做先付钱给自己。你每个月给房东钱，给电信公司钱，给超市钱，给所有人钱，但你有没有先付钱给自己？你的未来值得你先付钱给他。这不是一个新概念，这是几千年来有钱人一直在做的事，只是没有人告诉普通人而已。第三件事，穷人害怕谈钱，富人把谈钱当成正常的事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在台湾，很多人觉得谈钱是很俗气的事，好像谈钱就是没品味，就是太现实，就是没格调。这种观念害了很多人，你不敢谈钱，你就不会去了解钱，你就不会知道怎么管钱，你就不会知道钱去了哪里。你跟钱之间永远隔着一层透明的玻璃，看不清楚，管不好。我见过很多夫妻结婚几十年，从来没有认真坐下来谈过家里的财务。老公赚的钱放哪里，老婆不知道；老婆存了多少钱，老公不知道；家里到底有多少资产，没有人知道。这种状态叫做财务不透明。财务不透明的家庭很难积累财富，因为没有人对整体负责，大家各花各的，最后加起来漏洞多得填不完。易经家人卦告诉我们，家人肥肥，先严后宽。一个家庭要真正兴旺，需要有人站出来，把财务讲清楚，把规则定好，然后大家一起照做。这件事不容易，因为谈钱难免有摩擦，有分歧，但不谈只会更糟。谈了至少有机会把方向对齐。你今天可以开始跟你的另一半，或者跟你的子女坐下来谈一次钱，不是吵架，是坦诚的交流。家里的钱怎么来，怎么去，目标是什么，计划是什么。这一次谈话可能比你们几年的省钱努力还更有价值。第四件事，穷人花钱买东西，富人花钱买时间。这一点很多人没有想透，你有没有注意过？真正有钱的人，他们不会为了省几十块钱花2个小时去比价，他们不会为了占一点小便宜浪费大量精力，他们把时间看得比钱更贵，因为时间是唯一无法再生的资源。钱没了可以再赚，时间没了就是没了。穷人的思维是，我花时间省钱；富人的思维是，我花钱省时间，然后用省下来的时间赚更多的钱。这两种思维走的是完全相反的方向。我见过一个人，为了省120块的车费，每次出门坐3班公车，来回花2个多小时。他以为自己在省钱，但我告诉你，他用2个小时换了120块。
他的时间价值等于每小时60块。但如果他用这2个小时去做他擅长的工作，或者去学一个新技能，他能创造的价值远远不止120块。他省的那120块是用更贵的东西换来的，只是他自己不知道。我不是说永远不要省钱，省钱是对的。我说的是要省在值得省的地方，不要省在时间上。你的时间是你最贵的资产，不要用时间去换小钱。第5件事，穷人靠1份收入，富人靠多份收入。这一点是很多普通人从来没有被教过的事。你工作了几十年，你只有1份薪水，这份薪水没了，你什么都没有，这叫做单一收入风险。一棵树只有1条根，风一来就倒了。富人不是这样，他们除了本职工作的收入，还有投资的收入、租金的收入、版税的收入、生意的分红。这些收入有些是主动收入，需要花时间，有些是被动收入，不需要他们时时在场。被动收入就是你工作的时候，钱也在为你工作。很多人觉得建立被动收入是有钱人的事，普通人没有能力做。我告诉你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。建立被动收入不一定需要很多钱，需要的是时间和智慧。你可以从最小的地方开始，比如把每个月存下来的钱放进一个稳健的投资产品，让它每年产生一些利息。这个利息就是你最简单的被动收入，慢慢的随着本金增加，利息也会增加。20年之后，你会发现你多出了一条不需要工作就有钱进来的渠道。易经乾卦95爻辞说，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。龙之所以能飞，是因为它不只靠一双翅膀，靠的是整个身体的力量。你的财务也要靠整体的力量，不能只靠1份薪水撑着。第6件事，也是最后一件事，穷人关注价格，富人关注价值。这是穷人和富人最根本的思维差异，也是最难改变的一个。价格和价值是2件完全不同的事。价格是你付出去的钱，价值是你得到的东西。很多时候，便宜的东西价格低，价值也低。你付了小钱，但你得到的也是小东西。贵的东西价格高，但如果价值也高，那这笔钱就值了，甚至赚了。穷人永远先看价格，他们第一个问的问题是这个多少钱？富人先看价值，他们第一个问的问题是这个对我有什么用，能给我带来什么？给你一个最简单的例子，同样是一本书，100块。穷人想，100块买一本书太贵了。富人想，这本书里如果有一个我能用的方法，帮我赚了1万块，那这100块是我今年最好的投资。同样的100块，穷人看到的是价格，富人看到的是价值。你改变了看东西的角度，你的钱就会开始流向不同的地方。你会开始愿意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付钱，再把钱浪费在便宜但没有价值的东西上。这不是叫你乱花钱，这是叫你花聪明的钱。易经系辞说，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。钱是器，是工具，怎么用这个工具，这是道，是智慧。你今天学到的这些不只是省钱的方法，是跟钱相处的道。道通了，气自然就用得好，气用得好，钱自然就来，自然就流。这辈子你和钱的关系是你最重要的一段关系之一，它不是你的敌人，不是你要逃避的东西，也不是你要拼命追逐的东西，它是你的工具，是你的伙伴，是你选择权的总和。
你善待他，他就善待你；你忽视他，他就离开你。从今天开始，认真对待你和钱的关系。穷人花钱买的是情绪，富人花钱买的是未来。每一次掏钱之前，就问自己这一句话，你的人生会因此而不同。